A10即將退役，誰是他的接班人？提到美軍大名鼎鼎的 A10 油軸攻擊機，大家肯定不陌生。那機頭標誌性的30公里加特林機炮，絕對是男人的極致浪漫。一架50多年的戰機，也確實是時候退休了。但接替它位置的，竟然是一架用來噴灑農藥的空中拖拉機。不是比喻，不是玩笑，這是美國特戰司令部正在推進的真實計劃。這架看起來像是半個世紀前的產物，不僅剛剛拿下了高達30億美元的天價合同，更是被美軍特種部隊視為未來戰場的救命稻草。一架在農田裡噴藥的單發螺旋桨飛機，憑什麼能幹掉美軍最傳奇的 A10 攻擊機？在它那老實巴交的農用機鐵皮之下，究竟藏着怎樣致命的黑科技？今天我們就來扒一扒這架代號 OA-1K 的天襲者2，看看這場看似荒誕的消費降級背後，隱藏着美軍怎樣恐怖的戰術野心。其實淘汰 A10 並不是因為它不夠強，而是太不划算了。我們可以簡單算一下，在過去20年的全球反恐戰爭中，美軍陷入了一個戰術悖論。在伊拉克、阿富汗這種完全沒有防空威脅的戰場上，美軍經常派出世界上最先進、造價最昂貴的戰機，比如 F-15E 甚至是 F-35逆蹤戰機，去執行近距離空中支援任務。這些高端戰機在天上飛1個小時，要燒掉3-4萬美元。而他們投下昂貴的雷射導引炸彈，炸掉的往往只是地面上幾個只裝備了 AK-47和皮卡車的伞兵游泳。條件好的時候就不說，但現在全球經濟進入下行周期，能多存點錢以防未來的大規模正面戰爭還是好的。那你可能會問 F-35太貴，那派皮糙肉厚的 A10 去不就行了嗎？很遺憾 A10 同樣面臨着這個問題。雖然它的造價和 F-35相比很低，但不要忘記，作為一款上世紀70年代誕生的雙發重型噴氣機，它的機體已經嚴重老化，加上生產線等因素， A10 現在的每小时飛行成本已經飆升到了19000到22000美元之間。用它去掃射幾個帳篷依然是血虧。有的觀眾可能會問，打低端局太貴，那把 A10 派去打高端局行不行？更致命的問題來了， A10 很多人都喜歡，強大的火力輕鬆擊碎地面的戰車，那個著名的鈦合金浴盆裝甲可以硬扛防空飛彈，但情懷解決不了如今高強度戰場上的問題。現代戰爭不管你的装甲有多厚，只要你是一架飞得慢又沒有逆蹤能力的戰機，在先進的防空系統甚至是滿地都是的便携式防空飞彈面前，就是雷達屏幕上一個巨大的一擊必殺的慢速靶子。近期在東歐戰場上，那些和 A10 定位類似的蘇25攻擊機被大量擊落，就是最血淋淋的證明。去高威脅戰區是死路一條，去低威脅戰區又顯得太貴。面對這種尷尬的局面，經常在非洲和中東執行掃蕩任務的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終於忍不住拍桌子了。他們不需要昂貴的噴氣機，他們需要一架極其便宜、絕對耐造，能在泥巴路上隨時起降，並且能在目標上空盘旋幾個小時不走的廉價手術刀。而最終中標的就是由 AT802 農用噴灑機改裝而來的 OA-1K 天襲者2。當我們翻開這架農用機的參數時，你會發現它完美契合了特種部隊的需求。作為一架單發涡降飛機， OA-1K 每小時的飛行成本只有1000多美元，跟 A10 的200多萬美元的賬單比起来，這簡直就是白菜價。聽到這裡，你是不是覺得美軍這波操作極其精明，終於學會省錢了？別急，這架每小時飛行成本確實是全軍最低的農用機，但是它的採購價格卻創下了輕型攻擊機的歷史天價。2022年，特戰司令部為了採購75架 OA-1K， 直接拍出了30億美元的合同，而這就意味着這架農用機的單機均價竟然高達驚人的4000萬美元。4000萬美元是什麼概念？這已經快趕上一架全新 F-35逆蹤戰機一半的價格了。買着極貴，用着極便宜，美軍寧願花買第5代戰機的錢去買幾十架螺旋槳農用機。這種極端的博弈直接讓美國國內的軍事論壇吵翻了天，無數人都在質問五角大樓，你們是不是被軍火商給忽悠了？一架噴灑農藥的破飛機憑什麼敢賣4000萬美元？答案其實很簡單，很多軍迷調侃它前身是農用，但是事實上卻是天差地別。因為在这張農用機的皮囊之下，它是一座經歷過戰場考驗、被塞滿了科幻級電子戰設備的數字武庫機。它可不是靠走後門拿下的訂單，這架飛機是真真正正在中東的沙漠裡殺出來的。事實上，這種低空、低速、長航時的螺旋槳攻擊機，在美軍的戰爭基因裡有着極其深厚的歷史血脈。我們要先把時間撥回越南戰爭時期，在那個噴氣式戰機已經開始主宰天空的年代，美軍特種部隊和搜救直升機最信賴的卻是一架老舊的活塞式螺旋槳飛機 A1 天襲者。它的設計者埃德·海涅曼是個不折不扣的減重狂魔。他當年在設計這架飛機時，發現了一個極其誇張的規律：飛機每減重100磅，起飛距離就能縮短8英尺。
作戰半徑就能增加22英尺。這種對極致效能的追求，讓 A1 擁有了驚人的載彈量和制空時間。在越戰的叢林裡，當美軍飛行員被擊落，或者特種部隊陷入重圍時，那些飛得極快、油耗極高的噴氣式飛機根本無法在叢林上空進行長時間的目視搜索，而 A1 卻可以掛着滿身彈藥，在目標上空像老鷹一樣盤旋幾個小時，提供極其致命的低空火力掩護。當時所有執行這種掩護任務的 A1 機組都有一個共同的無線電呼號“桑迪”這個呼號，後來甚至傳給了大名鼎鼎的 A10攻擊機。而今天美軍把這款農用改裝機正式命名為天襲者2，就是為了向當年那段低空掩護的傳奇致敬。如果你覺得越戰太遙遠，那我們來看看最近的一次實戰驗證。2012年，美國撥款2000萬美元啟動了一項高度機密的實驗計劃，代號戰鬥龍2。美軍從倉庫裡翻出了2架擁有50年機齡的 OA-10野馬雙發無槳老飛機，給他們裝上了現代化的紅外線感測器和雷達導引火箭彈，然後直接派到了伊拉克北部去打擊 ISIS 武裝。這2架野北的老飛機在伊拉克上空執行了82天的戰鬥部署，總共出擊了120多次。實戰結果讓五角大樓徹底震驚。在反叛亂作戰中，這種配備了現代光學儀器的高精度螺旋槳飛機，它的戰場效能竟然完全超越了造價昂貴的噴氣式戰機。特種部隊甚至給它起了一個外號，叫做空中的狙擊手。這2次歷史戰例徹底證實了這種老舊飛機依舊擁有極佳的戰力。有了理論基礎，接下來就是尋找一個完美的現代飛行平台，而最終被選中的就是空中拖拉機公司生產的 AT-802重型農用噴灑機。很多人會問，全美國那麼多飛機，憑什麼偏偏選一架噴灑農藥的拖拉機？因為農用機的設計簡直就是為特種作戰量身定制的。農用機有什麼特點？第一，載重量大得驚人，它平時要在肚子裡裝下几噸重的化學药劑起飛，這就意味着當它把水箱拆掉後，多出來的龐大空間和承重冗餘可以完美的轉化為裝甲、燃油和彈藥掛載能力。第二，不挑跑道，農用机平時都在泥濘的田間地頭作業，它那粗壯的固定式起落架讓它具備了高端戰機夢寐以求的前線野戰起降能力。第三，極低的時速速度， AT-802滿載時的时速速度不到170公里每小時，它能在極低的高度極其緩慢的貼地飛行。具備了這3大神級屬性，這架飛機很快就被一些嗅覺敏銳的軍火商盯上了。而在美軍正式採購之前，這架農用機已經在中東的代理人戰爭中殺出了赫赫威名。這是整個現代航空史上最具爭議也最吸引眼球的一段諜戰戲碼。阿联酋是全世界第一個把这款農用機投入實戰的國家。在殘酷的也門內戰中，阿聯酋空軍頻繁使用武裝版的 AT-802，在高溫和沙塵肆虐的沙漠環境中執行打擊任務。它的出勤率和精確打擊能力遠超所有人的預期，但真正讓這款飛機名震地下雇傭兵圈子的是利比亞內戰。情報顯示，在利比亞距離班加西100餘公里的阿爾卡迪姆秘密空軍基地，部署着一支神秘的 AT-802機隊。而駕駛這些空中拖拉機在沙漠裡大殺四方的，根本不是什麼正規軍，而是大名鼎鼎的黑水公司創始人埃里克·普林斯旗下的美國私人雇傭兵。這幫經驗豐富的戰爭老兵，把這架農用機的戰術價值發揮到了極致。噴氣式戰機飛得太快，一眨眼就錯過了目標。但這些雇傭兵駕駛着 AT-802，可以掛着飛彈，在目標上空像直升機一樣盤旋4-5個小時，利用高清探測設備死死盯着地面的車隊。一旦確認目標，立刻發射精準彈藥。在缺乏先進防空武器的利比亞戰場上，這種農用機加雇傭兵的奇葩組合，不僅沒有淪為笑柄，反而成了一種戰術降維打擊。那6架改裝過的農用機，甚至一度扭轉了局部的戰爭天平。五角大樓的將軍們看着這幫雇傭兵和中東盟友打出的實戰數據，眼睛都亮了。成本極低，載彈量堪比2戰轟炸機，還能在爛泥路上起飛，這不就是特種部隊夢寐以求的嗎？買它！但是財大氣粗的美軍當然不可能直接開着簡陋的噴藥機去上戰場。為了讓這架飛機配得上那4000萬美元的天價軍價，承包商艾爾森哈里斯對它進行了一場魔改。當這架飛機重新走出機庫的時候，它那老實巴交的農用機外表下已經被塞滿一整套足以發動科幻戰爭的數字武庫。既然美軍花了4000萬美元的單價去買一架農用機，承包商艾尔森哈里斯自然不敢怠慢，他們對這架 AT-802進行了一場軍事化魔改。當這架被重新命名為 OA-1K 天襲者2的戰機駛出機庫時，除了那個螺旋槳的外殼沒變，它的五臟六腑已經徹底脫胎換骨。首先要解決的是保命問題，在低空執行任務極容易遭到地面大口徑機槍甚至防空飛彈的掃射。農用機原本皮薄餡大，怎麼辦？艾尔森哈里斯直接在駕駛艙和發動機周圍圍上了一圈厚重的模組化防彈裝甲，擋風玻璃全部換成了頂級的軍規防彈玻璃，燃油管路和油箱也改成了自密封設計。一旦被彈片擊穿，
特殊材料會迅速膨脹，堵住漏點。但最離譜的是它的逃生系統，你絕對不敢想象，美軍竟然給這架慢吞吞的農用機塞進了最頂級的 ACES-200 彈射座椅。什麼叫00？就是哪怕飛機停在地面上，速度為0，高度為0，只要拉下彈射手柄，火箭也會把飛行員安全地彈射到空中。給一架拖拉机裝上第5代戰機的逃生系統，這種荒誕的混搭，正是美軍為了保護特種部隊飛行員不惜一切代價的真實寫照。解決了生存問題，其次就是開掛般的感知能力。OA-1K 的機腹掛載了一顆高解析光電與紅外線感測轉塔，在這架飛機的後座坐着一名專門負責操作這些感測器的戰鬥系統官。在幾千英尺的高空，當底下的武裝分子連飛機的引擎聲都聽不到的時候，後座的武器官已經通過高倍率的光電鏡頭清晰地看清了他们手裡的武器型號，甚至能分辨出他们的面部特徵。而到了最核心的火力環節， OA-1K 更是把五库机的屬性發揮到了極致。它的机翼下和機腹總共有多達8到11個外掛點，能夠攜帶高達6000磅的彈藥。大家對這個數字可能沒概念，要知道二戰時期著名的 B-25 中型轟炸機標準載彈量也不過3000磅左右，一架單發農用機載彈量居然是一架雙發轟炸機的2倍。它掛載的武器更是為特種作戰量身定制的，在反恐或城市戰中，最怕的就是無償平民。OA-1K 最常使用的武器是 APKWS 雷射导引火箭彈，這種火箭彈的爆炸當量很小，但精度極高，誤差不到半公尺。當然，如果遇到裝甲車或者堅固掩體，它同樣可以投掷地獄火飛彈和500磅級別的雷射導引炸彈。但如果你以為它只是一個只能在安全空域丟炸彈的低端載具，那你就大錯特錯了。接下來要介紹的這款武器，直接讓這架農用機完成了戰術地位的階級躍升。為了應對未來潛在的大國競爭，美軍甚至計劃給 OA-1K 掛載紅狼微型巡航飛彈。這意味着，當敵方在地面部署了先進的近程防空系統時， OA-1K 根本不需要冒險進入敵人的火力圈，它可以在防空飛彈的射程之外，從容地釋放巡航飛彈，讓飛彈自主飛進危險區域去摧毀目標。一台農用拖拉機不僅披上了重裝甲，還具備了防區外遠程打擊的能力。這已經不再是普通的近距離空中支援，而是現代非對稱作戰在數字時代的終極具象化。但這依然不是 OA-1K 最可怕的地方。如果說火力配置只是它的肌肉，那麼接下來我們要拆解的是它的幽靈屬性。你敢相信嗎？這架飛機在未來的高強度戰場上，甚至不需要專門的空軍基地，它能像拼裝玩具一樣被隨時拆卸，甚至能化身為控制成百上千架無人機蜂群的空中母艦。一場更加科幻的空天戰法正在被這架農用機徹底重寫。如果 OA-1K 只是一架掛着飛彈的廉價攻擊機，那它絕對不配被列入美軍未來應對大國競爭的核心戰略裡。它真正讓人感到後背發涼的是它詭異的幽靈屬性。但在揭開這項科幻戰法之前，我們得先聊一個讓美國空軍極其尷尬的現實問題。飛機買回來了，但美軍最頂尖的飛行員們居然不會開。那些習慣了駕駛 F-22、F-35 等高科技噴氣式戰機的天之驕子們，面對這架農用機直接束手無策。為什麼？問題出在起落架上。現代戰機超過 99% 採用的是前3電式起落架，也就是前面1個輪子，後面2個輪子，在跑道上滑行極其平穩。而 OA-1K 為了適應惡劣的野外跑道，採用了復古的後3電式，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尾輪布局。這玩意兒有多難開？美國空軍自從1972年 A-1 天襲者退役之後，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裡，飛行訓練大綱中已經徹底抹除了尾輪飛機的科目。駕駛尾輪飛機起飛和降落時重心極難控制，只要腳下的方向舵踩錯一丁點力度，或者遇到一陣側風，飛機就會在跑道上直接失控打轉，甚至機頭觸地。為了解決這個長達50年的技能斷代，美軍高層捏着鼻子認了，他們不得不先去買了幾架純民用的 AT-802U 農藥機，緊急送到佛羅里達州和俄克拉荷馬州的訓練基地，專門給這幫精英飛行員重新上基礎拖拉機駕駛課。但是當這些精英飛行員一旦掌握了這架空中拖拉機，他們將在戰場上施展的是一套足以改變現代戰爭規則的大計。在未來的高強度大國衝突中，那些龐大固定的大型空軍基地絕對是敵方彈道飛彈第一波饱和攻擊的活靶子。為了生存， OA-1K 被設計成了一架可以化整為零的幽靈戰機。在美軍最新的敏捷戰鬥部署測試中，幾個地勤人員只需要花上幾個小時，就能把 OA-1K 的機翼和尾翼直接拆下來。一架大型的 C-17 戰略運輸機可以一口氣吞下好幾架拆解狀態的 OA-1K， 直接飛越半個地球。當 CCT 特戰管支員在太平洋的某個荒島上，或者非洲的某段泥濘公路上建立起臨時起降點後， C-17 降落，工程人員在幾個小時內就能把 OA-1K 重新組裝完畢，掛上飛彈，立刻起飛作戰。這種極限部署能力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敵人根本無法預測它會從哪裡冒出來，也根本找不到它的老巢。它就像一個沒有實體的幽靈，
隨時能在防線最薄弱的地方撕開一道口子。不僅如此，美軍還在為這架飛機測試一項名為自適應機載企業的科幻戰法。在未來的戰場上 ，OAK 將不再是单打獨鬥，它將和 MQ-9 死神無人機結成致命的獵殺網絡。大型的 MQ-9 無人機將化身為空中母艦，在高威脅空域邊緣釋放出成百上千架小型無人機蜂群。這些蜂群會像蝗蟲一樣滲透進敵人的防空網，進行無死角的偵察。而我們這架老實巴交的農用機呢，它就躲在絕對安全的後方低空，充当這些無人機蜂群的空中指揮所。後座的武器官通過戰術資料鏈接收無人機傳回的情報，然後指揮蜂群實施自殺式攻擊，或者親自發射紅狼巡航飛彈進行防區外收割。這直接把一架農用噴灑機的戰術地位拉升到了空天母艦的層次。從二戰後退役的 A1 天襲者到今天重返藍天，拿下30億美元天價合同的 OAK 天襲者2，這場跨越了半個世紀的空中戰術輪迴，極其冷酷地向我們揭示了一個戰爭的終極真理。在真實的戰場上，最致命的武器往往不是那些飛得最快、造價最昂貴的高科技玩具，而是那些最可靠、最便宜、離前線士兵最近的坚固之翼。很多軍迷在為 A10 有助的退役感到惋惜，覺得用農用機去平替 A10是美國國力衰退的表現，是一次無奈的消費降級。但如果你看懂了 OAK 背後的戰術邏輯，你會發現，這恰恰是現代非对稱戰爭理念的一次極限升級。淘汰 A10不僅是因為它老了、貴了，而是因為五角大樓看清了未來的戰場格局。用每小時只要1000多美元的 OAK 去執行特種作戰和反恐護航，就能把省下來的海量天價維修費砸進 F-35逆蹤戰機以及下一代 NGAD 第6代戰鬥機的研發中，讓高端的喷氣機去打大國博弈的高端局，讓便宜耐造的農用武庫機去掃蕩低強度的治安戰。這才是那群坐在五角大樓裡的戰略家們最想看到的畫面。好了，關於 OAK 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按讚、訂閱，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OAK 可以完美替代 A10 有豬嗎？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